非華人妹妹要戴頭巾嗎？現在大馬華人去中國化的趨勢如何呢？在就業的時候，華人在商店吃東西比馬來人大，所以像馬來西亞把你的那身份證吃東西的時候擺在前面，怎麼看待未來馬來華人的地位？如果你是以人口来看，人口比例来看，现在其實是逐年下降。從獨立前接近40% 的那個華人人口，現在只跌到20億，過多幾年應該是少過20了，所以它會馬來西亞華人的聲音是無可置疑的會越來越小。可能政府到時候也不會太重視你，把你像印度人這樣，也不可能就是我是沒有很樂觀的華人的地位。在馬來西亞，可能我不確定，如果人口再少下去的話，不然之後的就是春節的時候，我們原本差不多有1個星期的假期，到時候可能不懂會不會變成1-2天哈，像印度人這樣就有2天，以前只有1天，現在變2天，應該這個算是他們的 maximum， 所以到時候的華裔代表可能也會越來越少，所以因為我們以前在我小學的時候，我讀書的時候，我們包括學校都教是3大民族，3大。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現在已經沒有3大了。其實已經沒有再有這個口號或者什麼這樣子的那個敘事了。現在都是1大2小，他們都是講，你要尊重主體民族，沒有再講3大民族了啦。所以現在是1大2小等等，所以很多種方式都是要照着他們的來，所以現在已經是這樣了，未來更加是這樣，因為你馬來西亞人口比例越來越少，生的越來越少。然後也沒有再增，雖然有幾百萬人，但是在馬來西亞的那個不夠生的速度不夠我們的馬來友族快，比較慢。我們華人就是生1-2個，2個可能是最多了，但是他們可以生3個、4個、5個他們比較看重那個數量然後政府也有補貼他們。華人的話全部是靠自己，所以他的那個生育率跟不上。之後你生育率跟不上，你的票源就少了。到時候他可能不在意你的選票，我靠馬來人就可以贏了，這樣我就沒有必要再給這麼多好處給華人因為你的票顯得微不足道，除非馬來票夠分裂，當你這樣子的話，你華人就成為造反者。這種情況下，在某些選區可能起到關鍵作用，但是總體來說，華人的人口一直往下的話，無可置疑的，話語權會越來越少，你的聲音所以你的下一代如果還是在馬來西亞的話，可能會越來越辛苦。如果馬來西亞還是沒有緩和的趨勢，就是有多元的趨勢，越來越走向保守的話，那你的下一代或下一代會更加辛苦。馬來西亞的華人越來越少，會不會有一天在馬來西亞看不到華人了呢？你知道為什麼華人會越來越少嗎？華人現在通常都只願生1到2個小孩，而馬來人的家庭通常都會生4個以上。不僅如此馬來人生孩子會有政府的補貼，所以對他們來說，生孩子的負擔相對是比較小的。另外，穆斯林的教義是不允許他們墮胎的，再加上大馬的產後福利也很好，如果是公務員會有3個月左右的帶薪產假，而私人企業也有2個月的帶薪產假。總結來說，不是華人越來越少，而是馬來人在馬來西亞的佔比越來越高了。這位吃飯改非華人妹妹要戴頭巾嗎？這個只是穆斯林戴而已，就是馬來人戴。但是如果你是華人，你入回教的話，你就需要戴的。一般上，如果你沒有入教的話，沒有跟馬來人通婚，基本上是不需要戴。馬來西亞是這樣，你現在是華人嘛，只要你不管男女啦，你跟馬來人結婚，不管你是男女，你都自動入他的回教，但你就要遵守他的那個伊斯蘭教義，但你就是戴了。黃金義選擇皈依回教，讓他感到幸運的是，家人都充分理解和支持。因為有很多人都是遇到很多阻力可是 for me 的話，我媽覺得任何宗教只要它是一個正道的宗教，叫你向上和向善的話，其實她覺得她都會支持。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馬來西亞的華人的異族通婚率這麼低在泰國可能很普遍，華人跟泰國人結婚，但他們就是他們混血的很多，但在馬來西亞比較少
也不是說沒有，比較少，就是因為你結婚了過後你就要入教啊，所以很多華人就沒有這個打算，所以他們就沒有跟馬來人通婚。這個秋日，這個讀的是嗎？的月是嗎 ？OK， 你好朋友，現在大馬華人去中國化的趨勢如何呢？和以前比較，去中國化是什麼意思？我反而覺得現在的華人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越來越深了，他有去中國化。我不清楚你這個點是講去中國化好啊還是不好啊？所以我不懂是不是這個是一個陷阱問題啊？所以現在據我所看到，現在馬來西亞華人是很多，尤其是年輕人很受中國文化影響啊。中國現在的文化輸出很強，也通過電視劇啊、歌曲啊等等向海外輸出。現在有一個湖北的什麼 Q 啊？是 Q，OK。大家之前看那個新聞，斋戒月的時候，華人在商店吃東西被馬來人打，而他打了就沒講。哦，這個那個人應該是以為那個人是他同胞，也是馬來人，可能那個華人長得太黑了。長得太像馬來人了，所以他可能覺得他沒有斋戒，沒有盡到義務，所以就去打了，可能這樣子。所以啊，像馬來西亞，你如果是長得太像馬來人啊，或皮膚黝黑一點的，你在齋夜的時候最好啊，把你的那身份證啊，吃東西的時候擺在前面。馬來西亞真的有很多人長得很像馬來人，身上被誤會的，會擺一個身份證在前面，會證明我不是穆斯林。因為現在你齋月，不是我齋月，我可以吃，但是。你如果沒有犯，人家以為你是馬來人，然後你現在這個時間去吃東西，他就不爽你就打你了，因為對他們來說宗教是一切啊，要忠誠啊，所以這種是時常是這樣的，這個是時常有聽到這種新聞，在齋戒的時候，所以那些在齋戒的時候，那些長得很像馬來人、皮膚黝黑的那些華人，他就是一個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煩惱所以你說呢？是不是群情激昂？這個對他們來說，他們宗教是他們的一切。包括你去那種有馬來餐館、有馬來人吃飯的地方，有哈拉，就是有清真認證的地方。你如果帶一個，比如說你馬來西亞一個國民美食，國民吃的就是那個媽媽檔，你如果帶一隻狗去哦，就是馬來華人有時候也帶一隻狗去那邊吃東西，就是這個人坐的位置，然後有一個位置給狗坐，結果會導致那間店哦，等下就被政府下令把那個店商店關了，還要清洗消毒。華欽帶狗到媽媽店，各組網民譴責。店員勸說，還被反問為什麼可以帶貓卻不能帶狗？所以對他們說很嚴重了，就是如果你帶着狗去那種馬來人用餐的地方，他坐過的椅子那些全部都要消毒，然後要重新做什麼宗教儀式等等啊。他們狗對馬來人來說是一個不是很純潔的東西，他們不是很喜歡狗的。馬來人比較喜歡貓。對狗呢，他們不能用手去摸，他們要摸的話要戴一個手套或戴一個紙袋才能去摸。狗在馬來西亞算是蠻可憐的生物了，它只有在華人區會比較安樂一點。Saya Muslim, kita dari kecil keluar kita punya mama punya perut oh anjing haram, babi haram. Tapi corruption tak haram. Macam mana? Among the family members, especially me and my son, Amirul, kalau malam kita sometimes pulang lambat ke apa semua, pukul 1 pagi ke 2 pagi, dia ada dekat ujung jalan sana lah, jalan ronda lah. More than 500 meters away ujung jalan tu. You tengok dia jauh pun nampak ekor kecil-kecil saja. Tetapi the moment itu kereta masuk, dia lari datang balik. Dia welcome you balik. Oh itu you punya anak pun tak itu macam. Mula-mula kita tak faham sebab kita tak ada experience. Dia lompat-lompat, dia barking-barking, dia letak tangan dia ini macam, dia goyang-goyang, dia mau lompat. Kita ingat apa kita tak tahu. Tapi bila kita tanya, ada aunty, uncle, Chinese lah, jalan sama dia punya anjing on leash, kita terus cakap, aunty, ini macam, tak apa punya. Ini aunty bilang, dia happy you balik, dia welcome. Kita macam mau nangis.